你最累的不是付出，而是別人偷偷給你定義了你該是誰。你每天都在理解、忍讓、配合，可你的好慢慢變成了別人眼裡的理所當然。你累到想逃，卻發現自己根本停不下來。不是你不夠強，而是你承擔了太多從未選擇過的責任。更殘酷的是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被安排的。關係並不只是感情問題，而是身份與結構的問題。很多人一輩子都在默認履約，卻從沒意識到自己正在被一種看不見的規則消耗。別急着滑走，這種關係模式並非無解。從今天開始，你有機會重新掌控身份，把每一次選擇變成自由的練習。第一階段宏觀痛點，你不是軟弱，而是被系統性鎖死了。你最累的並不是做得多，而是別人早就替你決定了這件事本來就該你來。你無意中簽下了一份隱形契約，讓你持續承擔不屬於你的責任。它通常表現為別人情緒失控，你來安撫；別人遇到問題，你來解決；衝突出現，你來緩衝；後果出現，你來兜底。心理學上，這叫身份內化。你不再覺得自己是在付出，而是開始相信，我本來就是這樣的人。一旦你開始觀察自己每天的反應，你會發現，很多所謂的自願付出，其實只是別人給你貼上的角色。真正需要決定的，不是你還能做多少，而是你允許自己成為誰。內在驅動力 vs 外在操控。很多人以為自己是自願付出，實際上是潛意識在自動履約。內在驅動力是你主動選擇，源於自我價值認同；外在操控是關係與社會期待，讓你在內疚與責任感中持續配合。當社會默認疊加內疚內化，就會形成一種穩定機制，你不自覺地一直在履約。停止自動履約，不是為了對抗任何人，而是第一次把自己從工具位挪回主體位。宏觀现實壓力，家庭長子長女常被默認承擔情緒與責任；職場董事員工無意識兜底變成結構工具人；社交陪伴點讚幫忙被習慣性索取。現實趨勢，高價值身份比單純努力更稀缺。不覺醒，很容易被現代隱形契約長期綁定。當你看到這些結構，你不再只是覺得累，而是第一次看清累從哪裡來。很多人一直覺得，我付出那麼多，為什麼還是累？為什麼總有人找我幫忙，而我自己的時間越来越少？這不是你能力不夠，而是你被安排在一個不屬於自己的角色裡。當你意識到这一點，你的每一次拒絕都會像打開新窗口，讓你看見被消耗的自己。第二階段轉機覺醒，操控的真正本質。操控的核心只有一句話：你被要求承擔的責任，其實來自別人替你定義的身份。這種身份會在日常中不斷被強化。對方不舒服，你立刻安慰；對方遇事，你主動解決；對方有需求，你自動配合。久而久之，依賴会被視作理所當然，而你的位置悄悄下移。當你不再被默認牽着走，關係裡的力量分配才會開始重新調整。你有沒有這些反應？當你拒絕時，下意識想解釋很多；當別人失望，你會立刻懷疑自己是不是太狠；當關係冷一點，你第一個想的是，要不要我再補一下？這些反應不是你冷血，而是就身份在反撲。很多人下意識想解釋自己，試圖證明自己的付出，但這往往讓你的位置繼續下移，因為解釋的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在告訴別人，我還在這裡照舊履約。停下來，不再自動配合，才是真正撬動關係結構、改變默認身份的關鍵。案例一：家庭，小裴是家裡唯一的情緒處理器。父母爭吵，他調停；家庭突發，他處理。誰不開心，他安撫。結果是長期焦慮失眠，卻從未真正拒絕過任何請求。落地行動：一、設立自我時間，每周固定一段時間，只用於重置自己，而不是自動承接家庭事務。二、記錄情緒消耗，寫下每天真正消耗你的時間，分清責任與被默認。三、練習邊界，拒絕非必要請求，就是在拿回身份主動權。案例二：職場，小顧習慣性加班，兜底背鍋，被誇懂事，卻逐漸失去時間與邊界。心理機制：
責任錯位加內疚效應加自動履約。調整方式：選擇性處理任務，觀察真實反應，提前告知邊界，今晚我有安排，優先高價值任務，明確時間價值。覺察邊界不是不負責，而是在團隊中重新定位。案例3：情感關係，不斷妥協往往不是愛，而是情緒勒索疊加默認契約。落地練習：寫下你在關係中的自動角色，評估每次付出的成本與回報。從小事開始拒絕，在尊重中重建位置。當你不再自動妥協，你不是變冷，而是開始清醒。案例4：社交，當你總是那個被求助的人，被依賴的人，被當作安全網的人，你需要的不是更努力，而是更清楚的選擇。練習方式：對請求先判斷是否符合價值，使用非即時回應，保持距離，強化定位。覺察與選擇不是拒絕世界，而是守住自己。守邊界不是冷漠，而是拒絕被默認成永遠補位的人。第3階段實操破局3步，拿回位置，不是改變別人，是停止把自己放在最低位。第1步，識別默認身份，問自己：如果我什麼都不做，這段關係最先崩的是什麼？寫下你習慣承擔的角色，看清他們的能量消耗與位置高度。第2步，制造空窗期，停止自動補位，刻意減少那些你下意識會去做的事，不是逃避責任，而是暫停舊模式。內疚、焦慮、想解釋都是正常反應，它們只說明一件事：你正在打斷舊的身份承諾。第3步，拿回回应權，使用句式：我先想一下，暫時不處理，稍後再討論。每一次不自動配合，你都在為自己腾出自由空間。身份才是底层邏輯。你会發現，你在關係裡的身份感會複製到工作、金錢、社交。真正的強者邏輯從不是我能扛多少事，而是我是誰，決定什麼能真正進到我的生活裡。你不是被事情拖累的，你是被默認的身份消耗的。想象今天你面对家人、老闆、朋友，各種請求纏身，你說一句我先想一下，一開始可能會緊張，但你會發現對方並不會立刻崩潰，你的內心卻慢慢安定。關係的節奏開始出現新平衡，每一次暫停都在訓練你的身份權重，讓你從工具人升級為自我主人。第4階段日常練習，每天記錄3件被消耗的事，每天1次輕度拒絕，排序精力投入對象，復盤邊界後的真實變化。每一次不自動配合都是一次身份訓練，你未來會經歷的3個階段。第1階段，關係有點不適應，你會被質疑。第2階段，結構開始調整，有人退場，有人升級。第3階段，你不再需要頻繁拒絕，因為定位已經改變。評論區告訴我，現在你最想重建哪種邊界？ A 家庭 B 職場 C 情感 D 社交。如果今天的內容戳中了你，點讚表示你在為停止自動把自己放低按下確認，並關注加轉發覺醒思維，讓更多人一起學會退出舊身份系統，掌控自己的位置。下一集我們會做一件很多人不敢做的事，拆掉你內心最深的枷鎖。說不，你的人生才真正自由，因為你會發現，拒絕才是你人生第一次真正站回來的瞬間。